这是一个以医疗和社会工作为主的频道，提供白话医疗、照顾技巧、社会福利与服务输送等资讯，给社会大众、社工系的学生或正往社工生涯前进的每一位一些滋养或工作技巧等知识，希望对你有帮助。喜欢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有我一切都安娜。儿童暴力事件是一件如影随形的问题，只要你留心观察，都不难发现，在生活的周遭有不少生活的对话，比如说，在哭，等一下拿棍子来修理你哦，或者是你欠打是吗？在机构中，对于安置个案偏差的行为，多半用行为改变技术，表现好的好棒棒给予奖励，表现不好的给予处罚。曾经耳闻有同行去某家机构交流，机构很自豪地表示，机构没有孩子会逃家，因为在门口有一只大老虎。哦，不是，是门口有一间派出所。孩子逃家要找三亲搜山才能找得到人，不然可能掉到深山的哪一个地方去了。表现好的少年，机构的老师会开30分钟的车到机构外最近的便利商店，让这些孩子吹冷气、买零食，这是头等的享受。机构的洗衣机都是全新的，没有在用。孩子的东西全部用手洗，洗衣机是告诉来参观的人，我们家有洗衣机。不过，这是少年法庭当中的某一个镜头，有少女在一个大脸盆当中洗衣服玩水，很高兴。真的是这样吗？那是工作人员自己的想法吧。机构的情境是20年前的事，不知道现在还是这样吗？剧中有2个情境是机构暴力事件，一个是少女与少女之间的暴力霸凌，另外一个是主任对于少女的部分，有关于餐食的部分。其实还有一个是主任的女儿对于少女的暴力展示，还有把少女赶走的部分。这个部分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同侪的霸凌部分，在台湾某些机构有学长学姐制，有些机构是希望住得比较久的学员能够引导新进的学员快一点进入生活。我用协助引导是比较好听，多半是这么说：你教一下他好吗？怎么把内务整理成这个样子？内务乱成这个样子，你们是怎样教的？这句话好像是在说，他没有把寝室内的其他人教好。那天晚上，老师睡觉之后，就好好的教训他一下，很容易就产生集体性的霸凌或暴力事件。当然，在这样的机构文化下，也有不少人会主动好好的教育其他不上道的个案，分担老师的工作。有时有些工作人员会默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当然，有些老师
睡死了，孩子晚上刑求、霸凌、性侵等事情也不一定会发现。另外，说一个比较不应该的是，机构人员对于个案的暴力行为。早年我有听说，机构工作人员有些会动手处罚少年这样的原始行为。后来进步一点，工作人员把孩子送去少年队，希望少年队的刑警能够教训一下，打一打会不会变乖。有一回，刑警跟某个机构的社工说：回去跟你的主任说，现在是法治时代，不要把我们想成戒严时代。800年前就没有人刑求逼供的事情了，好吗？警察还比安置机构更有法治和少年人权的概念，真是惭愧啊！有些机构对于少年或儿童偏差行为过于单一的直线思考，坚持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例如功课没写完就不能吃饭，一开始超过5分钟，久一点变成半个小时、1个小时、半天、1天，结果肚子饿没有饭吃很多天。一开始机构是希望孩子能因为不想饿肚子，赶快把功课写一写，结果孩子不是这样思考。在机构有些单位是在机构里面教育，没有让孩子去上学，因此有些孩子在机构中拖泥带水，不会只欠一项功课，通常都是欠了一大堆的功课。孩子总觉得事情永远做不完，谁会想快一点结束呢？一定是无法达成目标就不要做了，又不能不做，只好用混的，开始偷东西吃，久了肚子痛就会送去医院，一问之下，机构没有给孩子东西吃，就上了头条新闻。其实这就是一种常见的施暴本质，不一定是工作人员恶意造成的，但是确实是一件暴力事件，不当的管教。当然有一些工作人员很可恶，因为他的暴力行为是出于自己的愤怒跟不高兴。譬如说，早年的时候把少年的头发都理光，或者是冷言冷语，刻意忽视个案的问题或求助，这些都是对少年不利的暴力行为。想一想，少年为什么会进到你的单位呢？一定有发生了什么事，而且是一连串的事。当然，少年的样子一定会让你不舒服，会冲撞你心中最阴暗的那一面。这就是我们要接纳孩子，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不是吗？如何陪伴他们成长是我们的专业，但是我们变成了一个施暴者，那我们跟他的施暴者有什么不一样呢？他的施暴者也是为了他好，才不当管教、处罚，孩子被送进安置机构，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不是吗？谁知道我们却变成了一个加害者，跟社区外面的那一位加害者有什么不一样？其实都是一样残暴。你可能比较能够用理论来脱罪，要如何避免暴力的发生？机构中要有好的督导体制，包括外部的督导，
个案的研讨，如何处理个案的问题，需要时间反复的工作，反复的修正。另外，要知道我们是人，不是神，我们自己都很难改变我们自己了，就别希望我们说一句话，孩子就会改变，哪有这种事情呢？不要做梦。另外一件事，想当一个助人者，无论是心理师或社工人员，都需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你的生命有没有创伤？修复了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时候你自己认为自己已经处理好了，那是指你当作业员，不是当助人相关工作下。有不少人受到暴力或者是疾病，后来想用自己的经验来帮助别人。我要奉劝你，要想清楚，助人这条路，你会走得比别人更辛苦。有可能毕业出来，没有人愿意用你。如果你会反省，有一天你自己会知道，自己助人这条路走不下去。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有不少大学社工系的老师来敲碗，希望能谈一谈哪一些人不太适合读社工系。我们先谈一谈剧中的法官他们的生命故事，对于他们当法官的影响，也谈谈当社工的人自己生命的故事对于自己工作的影响。你可以否认自己的问题，但是你的问题逃不过你的良心的自责和社工前辈、主管们的评价。我们下一次见。